北歐大政府的示範教材。鍾祖康。剛過去的聖誕節，我取到丹麥，去內子的來源地挪威遊玩了1個多月，和他家人過白色聖誕，也順道研究一下傳送天下的北歐模式。北歐國家也就是挪威、丹麥、瑞典、芬蘭、冰島幾個國家，跟香港是2個南轅北轍的世界。北歐的政府都是超級大政府，公共開支占 GDP 可高達 55% 左右，而香港的公共開支占 GDP 於2002年時約為 23%， 到2007年再降至以 20% 為上限，是超級小政府。即使加上原本應該負擔的約幾個百分點的國防軍費支出，依然是低得驚人。北歐國家的每周工時是全球最短，平均約為37到38小時，超時工作一律有超时補薪。而香港則是全球工時最長的地方之一，每周5開工50-60個小時是極等閒事，多至70-80個小時也非罕見。當然，也絕大多數的没有超时補薪，但是北歐國家的國民年平均所得卻還比香港高得多。雖然香港約近20萬港元的國民年平均所得聽起來也很可觀，但對許多香港人都沒有多大意義。原因是香港是發達地區之中貧富最為懸殊者，基尼係數高達 0.55 左右。相反，北歐則是全球國家中財富分配最平均的地方，基尼係數約只有 0.25 左右。歸根結底，北歐人不會飽死，也不會餓死。香港人則固然有人飽死，假若有天當局好像不准行乞那樣下令不准從垃圾桶覓食充飢，剝奪市民到街邊垃圾桶找垃圾吃的權利的話，還準會有人餓死的。丹麥的薪俸稅為5個北歐國家中最高，個人薪俸稅當中包括所有社會保障供款，最高接近 70%。一位丹麥朋友對我說，這個制度所以仍能運作，逃稅並未嚴重到政府要改弦易轍。他相信是因為國民大都有強者應當扶助弱者的人道信念，平等意識高漲。的確，北歐人的平等意識是要大輸一筆的。你看看他們多喜歡領養亞洲黃種人，就可知一二。後來我更發現，原來他們許多都對黑人有相當好感，而且並非屬於口頭說說的層次。除了偶有出現的通婚之外，更常見的是領養黑人兒童。儘管黑人兒童一般並不容易領養得到，這些在一般白人社會當中已是少見，在漢人社會中更是不可思議。儘管中國人不停吹噓中華文化如何偉大，如何憧憬天下大同，但真相是，許多都是些弄虛作假的圓滑技巧的活法。大家可以想象，不要說跟黑人結婚，就算是領養個黑人孩子，你的父母親戚會有什麼反應？高位者無高薪厚祿。北歐國家之所以能夠支撐如此龐大的福利開支，不單是因為直接稅率高，也是因為居高位者願意不拿高薪厚祿。這點在公務員架構中最為明顯。比如在挪威，其公務員之首也就是總理，月薪大概只有6萬多克朗，也就相當於6萬多港幣，而且沒有房屋津貼，交稅後更少至4萬克朗左右。而最低薪的公務員大約月薪有15000克朗左右，交稅後約只有11000克朗，最低與最高職位的稅後收入相距僅4倍左右。在北歐國家，從來沒有人向香港華人或新加坡華人提出什麼高薪養廉的高論，也沒有人揚言公務員隊伍會因薪酬不高而人才流失。若與除稅後的工資比較，那裡領導人的薪金約是年薪340萬香港特首的1/6，是年薪900萬金融局局長任志剛的1/16。又如政務司司長曾蔭權，現在年薪是410萬港元，另加他因董建華推行高官問責制，從而得以提前每月領取的7萬港元長俸，另加免費入住白加道15號，占地逾32000平方尺，月租估值起碼逾30萬港元的政務司長公館，另加或免費提供的公館每月逾1萬港元的電費，在另加公館內
或免費供應的8個工人。但在北歐這邊，自1996年上任以來表現出色的瑞典總理兼現任歐盟輪值主席培爾松，每天早上還會親手燙好當天要穿的衣服。他說，我每天都會熨一件洗好的襯衫，這些事我都自己做，沒什麼好奇怪的。我跟挪威人論及此事，他們的回應是 very normal， 這就是北歐社會的很典型的平等精神。你若去問一問曾蔭權那樣的家僕成群會汗顏否，他準會插科打諢地說，這會有助於減輕香港的失業率，儘管工資是由香港人支付的。北歐國家的公務員沒有因為沒有年薪100萬就敷衍塞責，仍然可以把他們的地方建設成全球最出色的地方。據聯合國的人類發展指標，北歐5國多年來一直高居頭幾名，目前挪威更名列榜首，而香港卻只是屈居於頭20名之外。不要說北歐在經濟、民生、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整體發展上拋離香港，就是從一些很簡單的施政上，已經看出官員的表現跟工資高低沒有必然關係。比如挪威，就絕對沒有出現香港那種空玻璃瓶、空膠瓶和空鋁罐胡亂棄置的環保災難，即使在當地街邊的垃圾桶裡，也不容易找到一個。這當然與他們的公德心好有關，也因為所有這些空瓶或空罐都有不菲的暗金。比如一鋁罐或小型膠瓶汽水若賣6克朗，罐子或瓶子的暗金一般就是2克朗。賣15克朗左右的大型膠瓶汽水，其空瓶暗金就一般是4克朗。所以民众絕大部分都會自行把空罐或空瓶儲起来，去超級市場時就大批拿去兌現。通常超級市場都有一座回收機，顧客把空罐或空瓶一個個的塞進去，拿回收條，這張收條就是在購物時的現金代用券，也可取回現金。這部回收空瓶空罐的環保機原來就是挪威人發明的，為了讓空瓶能多次重用，那些膠瓶一般比香港的堅固耐用的多，當地越來越多飲品改用膠瓶承載，店裡的汽水多的是裝在外表陳舊的瓶子裡。原來舊瓶新酒可以是個很環保的意念。香港的官员议員年薪100萬港元，年年以公費出外考察，為什麼沒有把人家這些從盤古時代就採用的智慧解決方案移植香港，任由空罐空瓶淹成，嚴重作踐自然資源呢？當然，街邊一旦少了空鋁罐，也許會使以10鋁罐養命的長者再無法自食其力生存下去。這也許是官府大人為免香港走上福利社會的难言之隱吧。放眼全球，香港特首與高官人工之高，僅次於另一個獨裁國家新加坡。看來正是因為政府無需向民眾負責，政府才這樣無法無天，比殖民地年代搜刮得更猖狂。香港公務員架構的問題，絕不是冗員太多，通常是沒有拉幫結派者會被歸為冗員，而是人工太高，特別是高層的。香港的問題不是政府開支占 GDP 太大，而是政府開支中竟然有近70%用於公務員薪酬，這跟香港的大學約將70%的開支用於員工薪金一樣荒謬。有時薪酬過高反而會降低員工的表現，因為他們太怕失去工作，以致為保權位不擇手段荒廢正事。而香港政府給香港的大學教授發給他們在其他勞動市場難以得到的薪酬，這種跟香港平民一般只有月薪數千港元的生活水平完全脫節的薪酬，除了令香港教授的生活容易趨於糜爛，在社會問題研究時難以想象普羅大眾的困苦。更壞的是，他們為了保住這超高的薪酬，而大都潔身自愛，不敢投身跟政府對着幹的民權抗爭運動，所以他們的高薪酬也是變相的掩口費，確保人人有尊嚴生活。北歐人不喜歡揮霍性消費，月薪交稅後若還有3萬克朗，已經可以過很好的生活，而稅後1萬克朗在那裡算是較低的人工，但同樣可以過得很有尊嚴的生活，因為在那裡有全民醫療保險，有全民老年退休保障，
有遠高於虎口氏階級的事業援助，小學、中學和大學教育一律不收學費。在挪威，失業人士可以領得相當於其在職時收入約60%的失業救濟。一旦有了孩子，母親起碼有為期10個月的全薪產假或12個月的8折執行產假。另外，每個孩子每月有3000克朗的補貼，除非使用政府的托兒所服務。一對夫婦退休後若同時領養老金，每人起碼每年有8萬克朗。跟許多的中國人政府剛好相反，北歐政府實在對國民是體貼入微的，他們才是中國統治者最愛講的愛民如子。儘管他們絕對沒有中國人那麼多的口號和道德訓誡。若你去問那些北歐人是否真的接受那樣高的稅率，很典型的答覆是，政府真的很照顧我們，稅是沒有白繳的。一個介紹北歐模式的瑞典網站這樣說，北歐國家的發展經驗顯示，民眾大都沒有因為50%的稅率而打擊工作意願，人還是苛求工作多於失業的，生產力仍較許多地方高，社會保障並沒有降低生產力。在這種高稅率制度下，北歐幾乎沒有美國貧民區那樣的貧窮或溫飽問題，沒有無家可歸的問題，只有極低的犯罪率和人人不問貧富均享教育和醫療服務。北歐國家已經以行動而不是口號來證實了這個評語。我身在北歐，沒有辦法不把那裡的超級大政府跟香港的超級小政府比較。為什麼超級大政府帶來了如此人間樂土，而超級小政府卻送來了投機倒把、自私自利和滿城愁雲慘霧？我想到多年來香港官員、商界甚至傳媒全力以赴地推崇小政府，一面倒地诋毀大政府。甚至有人說貧窮是推動個人努力必不可少的元素，每念及此，大嘔不止。原載於2002年4月5日第179期香港資本雜誌。